不高，不高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不忏悔跟你没关系，后悔也不是你的事儿，后悔是我们下水没做好。点钻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，装了一个60小柜子，装到一半，客户后悔了。男女客户的身高1.7米、1.6米，大概范围。我们装浴室柜呢，一般就是装到80左右。现在主柜体已经装好了，高度呢是80，但是现在下水有一个问题，来看一下，墙体上的排水孔要比浴室柜的下水器高出10几公分。后悔了，不能，后悔跟你没关系。你看93、90、95，来。现在客户的想法是浴室柜要提高，哪怕提高15公分，总高度安装在95，也不能影响它的下水。整体提高到90的话，那身高必须得达到1.8米、1.9米，不然太高了。 90就行，能往低尽量往低。90，不高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不忏悔跟你没关系，后悔也不是你的事儿，后悔是我们下水没做好。最终的决定权在业主手里，那我们就配合安装，整体来做一个提高。最终高度呢，决定安装在90，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。现在来放水，看一下它现在的情况。这种情况呢，下水往往是比较慢的。这个在下水器的直角弯呢是一个透明管，这样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水流完了以后，这个防臭阀呢也可以关闭。客户最担心的是存在这里的水会反臭。现在我们拆了，重新安装。这样拆了再重新安装的话，客户是支付了一部分安装费的。这个柜子的质量也很好，厂家带的是内膨胀螺丝。这个螺丝呢，我们要拆下来，一会儿还得继续用。顺便呢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如何取出来的。我们拆掉以后呢，把螺丝杆还塞到这个螺丝里面，用锤子敲一下，把里面那个撑帽打出去，这样我们膨胀管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拔出来。拔出来以后呢，再用螺丝杆把里面这个撑帽呢用螺丝带出来，这样这个孔里面就没有东西了。这一套螺丝呢又可以继续使用了。为了降低它的安装高度，把这个下水管呢尽量的再往低了切。这样呢，可以降低浴室柜的整体安装高度。它这个下水管还是留的太高了，总共留的高度是55公分。这样我们把上面这一节管打掉的话，整体浴室柜呢可以再往低降到4到5公分。角磨机切不到位的地方，用客户家的这个电锤把这些多余的管这边打掉，然后用钳子把它掰掉。这样我们下水管整体高度呢就降低4到5公分，浴室柜呢也可以降低。这样沿着我们刚才画孔的位置呢，再向上提了6公分，这样柜子安装出来的总高度呢就是86，这也在一个正常范围以内。因为1.6米、1.7米的身高，在这个范围还可以接受。大家都问我的德伟哪去了，今天给大家亮个相。德伟 DCD 800，这是791的升级款，这个灯可以3个角度调节，而且机身呢也更加小巧了，比如在狭小的空间呢使用会更加趁手，反而动力呢有很大提升。刚好在这个纹身间干活呢，它没有装浴霸，所以没有灯，这个机器自带的灯光呢打出来这个范围亮度，哇，太牛了。孔打好了，现在我们安装呢还是用的原厂的螺丝，这个螺丝的质量也非常好，可以2次利用。这一次的安装高度呢，总高度是达到了86。我觉得按照2位业主的身高呢，这个已经是极限了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水的情况，现在下水管呢几乎是平了，还是来测试一下冲水的效果吧。下水的速度呢明显快多了，而且在这个直角弯的地方呢几乎也没有冲水了。尽量不把柜子装的太高呢，主要是要考虑这边有一个隔板，而且上面还有一个镜子，按它的效果图呢相差的比例都很大，现在呢只能把这个比例缩短，以考虑实用为主。
高低行不行？可以，行啊，要不要再高点？再高点也行。 60，然后圆镜子量尺寸的话，你看找一个直角、墙角，这边是一个起边，哎，刚好靠上。靠上以后这就好量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这个尺寸，从墙到中心19，然后量一下这个，这个是43，这个是43，然后到这儿是41。 这是41，从这儿到这儿是43。有了这个数据呢，我们就可以在墙上很标准的画出横平竖直的2个点。往往一些不规则的镜子呢，它后边的挂孔很难测量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想一些独特的方法。大家有好的方法呢，也可以分享到评论区，咱们互相学习，互相讨论。 这个柜子装的也是一波3折，不过最后还好，柜子总高度86，镜子略装低一点，整体比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业主花这么多钱，用着开心舒服就好。